新来的转校生人很好，他用吃剩的泡面汤给我洗头，往水杯里丢死老鼠。我被感动到痛哭流涕。为了报答他，我将他骗回家里，让他嫁给我那打死3个老婆的哥哥。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我为了躲避转校生和他那群狗腿子的欺负，躲进厕所隔间接电话。电话里传来我妈如雷贯耳的怒骂声：“你这死丫头，去城里读书是不是特别爽？你哥都那么大个人了，在家里连个称心如意的媳妇都没有。你知道二婶子怎么说咱们家的？说咱们家穷，活该连媳妇也娶不上。臭丫头，赶紧给你哥物色几个屁股大能生儿子的同学，要不然我叫大舅去学校把你拉回家嫁给二瘸子。二瘸子是我们村的傻子，整天流着哈喇子乱逛，还因为偷看年轻媳妇上厕所，差点淹死在旱坑里。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，从胃里往上涌起一股酸水。不行，我不能嫁给二瘸子。我压低声音哄我妈：“妈，你放心，离过年还有1个月呢。我在学校里人缘可好了，一定能给我哥找个漂漂亮亮的小媳妇。”就这样，我妈被我连哄带骗消了气。我哥是我妈的命根子，放在手心怕融化的珍宝。他可以一天饿3顿，但我哥得顿顿有肉吃。7岁时，我偷喝哥哥碗里一口肉汤，浓郁鲜美的肉香在齿间流转，还没来得及回味，就被我妈发现。她把我的头摁进院子结了一层薄冰的水缸里。不打你一顿，就忘记自己是天生的贱命。你出去问问，哪家哪户好东西不给儿子吃？我生你这个赔钱货，是为了让你伺候你哥的，要不然老娘早就把你丢进屎坑里淹死了。尖锐刺骨的薄冰划破脸颊，脸皮被冻得毛细管破裂。我的意识开始模糊，直到有媒婆上门给我哥说媳妇，我妈才悻悻然地松开手，笑盈盈地往媒婆兜里塞红包，求她能在姑娘那里说几句好话。哥哥蹲在下水道旁刷牙，看到我挨打，吐掉嘴里的泡沫，对我笑骂：“我让你喝肉汤，你还真敢喝；我让你吃屎，你怎么不吃？”哈哈哈！我双手通红地扒住水缸边沿，眼里的恨意落进水里。媒婆给我哥介绍了个媳妇，说起话来温言细语，还背着我妈和哥哥分给我肉吃。她懂得我在这个家的不容易，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小妹，外面的世界很大，要是有天你能走出去，千万不要回来。”后来，她因为给流浪猫喂了一口肉，被我妈发现，告诉了哥哥。哥哥大怒，一失手把她给打死了。突然，一股带有腥臭味的液体从天而降，狭小的隔间里，我无处可藏，只能抬高手臂挡住脸。我就说：“李贱女在这里躲着，你还非不信？小秋，快上课了，想怎么打她抓紧时间。”学生头女孩戴着口罩，把手里的水桶丢在地上，扭过头看向对着镜子整理妆容的漂亮女生。漂亮女生转过身：“李贱女，你以为你躲在厕所隔间，我们就找不到你了吗？快出来，擦干净脸，让我扇你几个耳光，不然的话，你也不想再次跟张强关在一起吧？”镜子里倒映女生狭长的眼睛，静静地看着你的时候，好像含着狡黠的笑意。我浑身颤抖地打开隔间的门，顶着几根泡面滴头上，污水顺着发丝滴答滴答地落在地板上。王秋走着漂亮的猫步，指甲上的粉钻割裂阳光，狠狠地落在我的脸上。我的头偏向一边，嘴里有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儿。王秋心满意足地笑了，对张娜说：“你看他多傻呀，我让他出来挨打，他就乖乖开门。”
张娜拍拍他的肩膀：“行了，玩也玩够了，快点回班吧。”厕所窗户开着，与大门相通，一阵冷风吹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扑通一声，厕所大门被他们用力关上。我透过窗户看到王秋走路时标准的猫步，好像电视上走秀的模特。她的屁股挺翘圆润，腰肢纤细到能用一只手轻松握住。忽然，我的脑海里想到一个计划，把她骗到村里，嫁给我那打死3个老婆的哥哥。想必哥哥一定会很喜欢吧。我看着镜面上乳白色的水斑，拧开水龙头冲刷掌心。不过问题来了，怎么骗他跟我回山林老家呢？等我回到班里，数学课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，他往上抬了抬眼镜，上下打量我一番，语气满是嫌弃。在学校里整天混日子，学习也不好，还不如赶紧回村里找个男人嫁了。底下响起此起彼伏的嘲笑声，我心里觉得很委屈，紧紧地攥住掌心。走进班里的每一步，都好像是走在随时都会断裂的草绳上。可是我从山村花费所有的运气，才能来到这所学校，和他们一起听课。不甘心被人用一句话推断命运，我坐回原位，拿起装有热水的保温杯。这时，我看到同桌欲言又止的表情，还有王秋双臂环胸，一副看好戏的模样。我皱了下眉，心里觉得不对劲，拧开杯子往里面一看，一只断头的老鼠大张嘴巴在水杯底部与我对视。我吓得将水杯丢在地上，嘴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杯中血水蔓延至前排。我靠！李建女，你发什么疯？等等，那是什么？那好像是老鼠头。前排的几名同学吓得跳到桌子上，一些知道内幕的同学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笑容，看向王秋。数学老师拿起教学资料，狠狠地拍打我的脑袋。你瞧瞧，你把这课堂搞的，我还上不上课了？快点给我收拾干净，一天天的，看你多脏啊！老鼠都要被你身上的臭味毒死。他不顾有人校园欺凌，只在乎自己能不能教课。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景，眼泪早就流干了。我转过身去拿教室后排的拖把，鼻尖涌出一股热流，鲜红的血液从鼻尖滴到地板上，又被我穿烂的球鞋踩住。下课后，我坐在位置上抄写英语单词，2处巨大的阴影盖住我的书桌。抬起头看到王秋和张娜眼神鄙夷地看着我，就你这个猪脑子，还学什么学？王秋微微俯身，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脸，看你秋姐对你多好，知道你脑子笨，所以给你逮了只耗子补补身子。正说着，语气一转，可是你很不乖呀，为什么不喝掉呢？那都是我的心意呀。我被吓得瑟瑟发抖，好像有只流着粘液的爬蛇顺着我的脖子一路攀爬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下次不会了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好意。王秋被我怂得跟个孙子模样，逗得开怀大笑。你妈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？笑死我了！我连忙低下头，右手颤抖地握住圆珠笔，再忍忍，再忍忍。地理课上，老师讲到当地一座风景秀丽的深山，为了让同学们更直观地感受到山村静谧美色，特意在网上找了几张图片，做成 PPT 给同学们循环播放。我死死地盯着大屏幕上的图片，就连我都没有注意，手中的笔杆被我用力到冒出一条细微裂痕。因为我在老师的 PPT 里动了手脚，塞了几张特别的图片。王秋歪着脑袋，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老师，那个小房子是什么呀？我眼前一亮，他注意到了，要掉进我为他精心准备的陷阱。语文老师顿了下，
回过头看到课题里一张神秘又华丽的图片，一座古色古香的寺庙，里面供奉着一座绿眼金身的猫像。和其他地方不一样，人家都是供奉土地爷这种有记载的神灵。在山村这种精神匮乏的地方，猫唯一用途不是可爱，而是用尖锐的爪子刺穿老鼠的大动脉。他为此感到奇怪，记得没有把这几张照片放进去啊。张娜看到图片上标注的地点，像是发现什么新世界等等。安远镇，李建女就是安远镇的，说不定她就知道。王秋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，我拼命地压住嘴角上扬，努力回忆一些痛苦的事情。下课后，老师还没有走出教室，王秋直接让坐我前面的同学起来，他白皙的手臂放在桌面上。为什么你们镇会供奉猫的神像？那只猫像金灿灿的，不会是用金子做的吧？我假装很纠结的模样，在他压迫下说出所谓的真相。我们村里古时候出过好几个有钱人，听说都梦到过同一只狸花猫，所以大家都很相信猫神会带来好运，保佑我们村里女人青春永驻，男人家财万贯。我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我妈偏心我哥，不带我去拜猫神。你说，如果那些传说都是假的，为什么会有人给猫建造一个金身？那个眼睛都是用价值连城的绿宝石点缀，可值钱了。王秋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墨黑的瞳孔里闪烁着贪婪与邪念。你们那里的人真愚昧，放着好好的金子珠宝不偷，一直埋头种地，把那个金身偷了卖钱，至少也得有个100来10万。放进桌兜里的手机响起几声震动，我妈发来一条信息：你哥看到你发过来的照片，非得要娶你同学，什么时候把她带回家，我就不让你嫁给二瘸子了。我在手机屏幕快速打上一行字：这个月底我带嫂子回家。转眼就到了月底放寒假的那天，王秋催促我赶紧收拾东西，要我带他回老家看看风景。我知道他是惦记村里的金猫神像，而不是想看看穷乡僻壤的小山沟长什么样。刚上车的时候，王秋兴致很不错，嘴里还哼着流行歌曲的调子，可这修缮不佳、坑坑洼洼的路把他颠得心烦意乱，伸出手在我腰上狠狠地捏了一把。我刚要吃痛叫出声，就听到他的警告：你只要叫一声，我就扒光你的衣服，让车里男人都看个遍。我被吓得汗毛竖起，并不是因为怕被看光身体，而是想到第一任嫂子也是被哥哥这样警告。一转眼，破烂不堪的公交车停在一处土路口，王秋再也受不了车里闷骚的味道，抢在所有人前面下了车。我们要走过一座大山，才能来到与世隔绝的安远镇。一路上，田地里劳作的光棍汉子们看到漂亮的王秋，一个个的挺直腰杆，像是瞧见什么稀罕物一样，眼神赤裸又浪荡。王秋紧皱着眉头，嘴里骂了一句脏话。前方，我妈和哥哥笑眯眯地看着我们。我对王秋介绍说：这是我妈，旁边那是我哥。王秋往上掂了掂背包带子，语气嘲弄：没想到你妈和你哥都挺热情的，还知道来迎接贵客。你也不多学学他们，在学校里，别人才会把你当一个人看。我使劲掐着掌心，才没让自己笑出声。马上就能留你在村里生孩子，那可不得热情点。我第二任嫂子是被我哥从外面买回来的，他一来就哭哭啼啼，我妈和我哥打他最狠，直到他眼泪哭干，神情麻木的被我哥施虐。大家都以为是他认命了，只要命硬一点，不被我哥和我妈轻易打死。生下孩子后，也算是完成他的使命了。可惜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，
又骗我为他偷来钥匙，趁着夜色茫茫，一个人逃进深山里。他情绪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：“小妹，你放心，我知道你在这里过得不好。等我出去后，我会报警，把你全家给抓了，找个好人家领养你。我知道你和他们都不一样，你是村子里唯一的好人。”我笑了笑，把钥匙塞进他的掌心里。其实我和村里人都一样，龙凤龙，凤生凤，恶人生一窝小坏蛋。我也是个小坏蛋。我目送他走进薄雾与夜色笼罩下的深山，可他不知道，夜间的深山有野兽，是会吃人的。等全村人找到他的尸体时，他被猛兽咬断脖颈，月光打在他毫无血色的皮肤上，眼里含着对世道的不公与不甘。明明只要翻过这座深山，就能逃离被当作生育工具的古老村庄。我妈抹了抹眼泪，真可惜呀，买它花了不少钱，好歹留个孩子再去死啊！我哥气得踹他尸体发泄，靠，这死婆娘真不知好歹，亏我还给她那么多子孙，全白费了。我妈一听这话，急得要拉我哥回去给他补补身体。众人都在讨论该怎么处理他的尸体，是要丢到悬崖下，还是放在原地不管。最后还是村里很有声望的李爷爷拄着拐杖出面，把女尸埋在附近的地里。临走时，李爷爷神色诡异地拉住我：“你可不能像你妈和你哥那样沾上不该沾的因果。”我假装不知道他的意思，刚想插科打诨蒙混过关，就被他掐住下巴，看向山头一座发着红光的小庙，那里面供奉着猫神。我惊得想叫出声，却发现村里其他人都像是没有看到诡异红光一样，他们如出一致地低着脑袋，脚步匆匆忙忙地下了山，好像那猫神庙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李爷爷的声音就像是从沙地上爬行蔓延的长蛇，村里发生的事都在他眼皮子底下。你妈和你哥把野猫打死剥皮，已经惹恼猫神，你再不收手，猫神也不会放过你。我妈为了庆祝我哥娶到第4个媳妇，从邻居家里借了一大块腊肉，搭配山上新鲜到掐出汁的野菜，炒了一桌子美味佳肴。王秋一直在城里，没吃过乡下原汁原味的农家菜。我妈十分热情地夹了一块腊排骨放进她的碗里：“多吃点，看你这丫头瘦的，是不是在家里都不给你饭吃？”王秋吃得满嘴油光：“你们乡巴佬怎么会懂？身材苗条才好看，我们城里人又不像你们乡下，要整天在田里劳作，不用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。”我妈还处于吃饱饭就是幸福的思想境地，根本就不懂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饿肚子维持纤细的身材。我哥把王秋当下酒菜，捧着饭碗，双眼赤红地盯着他看。我低着头不敢说话，也不敢去夹那些肉菜，毕竟第一任嫂子就是因为给野猫吃了一块肉，被他们活生生的给打死了。而我还不如一只野猫金贵，因为村里侍奉猫神，大家对猫都很宽容。后来我妈打死野猫，拖着血淋淋的尸体从村里走过，李老爷子一脸惊恐地叫住我妈：“你这是犯了村里的忌讳，这猫是不能打死吃的，你呀，你们家会遭报应的。”我妈不信邪，一直拜猫神有什么用？他也没给我家送白胖孙子啊！李老爷子欲言又止，最后叹了声气，嘀咕几句，造孽就走了。跟在我妈屁股后面的我很不懂。李老爷子见过我妈打死嫂子，都没说什么，只让他们给嫂子娘家送点钱，别让他们来找事。原来人的命还没有一只野猫金贵。王秋把手放在嘴边，压低声音问我：“你哥该不会是唐氏儿吧？”看着一脸不大聪明的样子，我妈瞪了我一眼，示意我不要乱说话。
我低着头，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米饭。吃过饭，我妈带着王秋去我哥的房间安排他住下，我则站在外面的洗手池里，把他们吃过的盘子上的油舔干净，再放进水池里用丝瓜瓤子涮洗。没多久，我妈嘴里哼着山歌，扭着腰肢，一脸得意地走了出来。我抬起头瞟了一眼，心里知道事情成了。许久没有受到女人滋润的哥哥折腾了他一晚上。王秋刺耳的哭喊尖叫，与墙头发情的野猫交织成一首惊恐电影里的绝佳配乐。我把头埋进被窝里，总觉得三个嫂嫂七窍流血地站在床边看着我。第二任大嫂用长长的指甲抓挠着被子：“你明明答应过我要帮助我的，为什么骗我？原来你才是这个山村里最狠的恶人。除了第一任和第二任嫂子，我最怕的是第三任嫂子，她比前面两个死得更惨。”我在被窝里吓得瑟瑟发抖，心里想着这可不能怪我。村长说了，举报逃跑的媳妇有奖励。我故意给他希望，把钥匙放进他的掌心里，在他充满期盼的眼神里，告诉他一条100%葬送性命的小路，因为我不能让他活着被带回来。若他说出真相，我也会死得很惨很惨。待他离开后，我健步如飞地跑到正在吃晚饭的村长家，我扶着门框喘着气，语气装作很焦急的模样。不好了，村长，我嫂子跑了。他说他要出去找人，把咱们村子里的人都给杀了。村长一听，脸色大变，立马发动全村人去寻找逃亡的嫂子。虽然找回来的是一具尸体，但是村长还是许我一个奖励。我揣着激动的心情，硬生生地压下张扬的唇角。我要去城里上学，以后考上好大学，帮助村里的乡亲发家致富。我妈站出来打我：“你这丫头片子，去读什么书？还不如几万块钱卖给人家当媳妇，给你哥再娶一个回来。”我一边护着关键部位，一边盯着村长。这个承诺是村长当着众人的面许下的，我是第一个来要这个奖励的人。他为了树立作为村长的威望，不可能不答应这个条件。果不其然，村长制止住妈妈的暴行，还给我家1000块钱，说这是我去城里读书的学费。拿到1000块钱的这一刻，我感觉到背后有一道阴冷的视线紧紧地盯着我。往后头一看，红衣黑发的身影一闪而过，我的心跳得很快，吞咽一口口水，把怀里的钱抱得更紧了。就算是猛鬼来找我索命，我也不会后悔。我要把这条路走到底，所有人皆是我的垫脚石。第二天，我抱着簸箕筛选出好的稻谷，将不太好的稻谷丢进鸡圈里。身后的房门吱呀一声被人打开，哥哥一脸艳足地伸了个懒腰。他看到我抱着簸箕喂鸡，走到我身边嘿嘿一笑：“小妹，你干得不错呀，带回来的女同学真带劲儿。等她生下你的侄子，你就享福了。妈说了，你可以去读书，以后咱家都要靠你养。”我努力掩饰眼底的厌恶，抿着薄唇陪着笑。不一会儿，我妈做好饭，让我去房里叫王秋出来吃早饭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出来吃早饭？以为自己是城里的千金大小姐啊！她站在屋子外面，语气尖酸刻薄：“我告诉你，嫁到我们家里是你有福气，等你生下孩子，爱去哪儿就去哪儿。”我咬了下唇，劝我妈少说几句。我妈反手就给我一巴掌：“你这贱蹄子，还给外人说话！你可别忘了，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。你又觉得自己多高贵，手上不一样沾着血吗？”我捂着被扇红的脸，一言不发地看向老旧的木门。“行了，你快去叫他出来吃饭，吃了饭让他把碗给洗了。”
我应了一声，去叫王秋出来吃早饭。刚进屋子里，就闻见一股浓郁的血腥。王秋背对着门口，坐在木桌前，对着一块小小的镜子整理发型。他身上干干净净的，床铺也被收拾得很整洁。从哪儿来的血腥味儿？没想到他挺心大，没有第二任嫂子和第三任嫂子的反应，让我有些感到奇怪。王秋微微侧身，我都听到了，你告诉你妈，我等会儿出去吃。我木讷地哦了一声，忽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本来准备一堆杀人诛心的安慰话，此时有些说不出来了。王秋扭着纤细的腰杆坐在我哥身边，看见桌上都是昨天晚上的剩饭，表情没有异样，拿起筷子吃了起来。妈妈和哥哥面面相觑一眼，都被王秋太之若然的样子给整懵了，甚至希望他像前两个嫂子一样，对他们大吼大叫，威胁他们把自己放回家。吃完饭，王秋主动帮妈妈收拾碗筷，给我妈整得有些懵了。本来想给刚进门的王秋树立规矩，人家这么懂事，也没法说什么。我哥心疼自己的媳妇，朝我屁股踹了一脚，快去帮你嫂子干活。用石头堆砌的洗手池上，王秋那双白到没有血色的手捏着盘子的边沿。李建女，我听到她叫我名字，身体微微一颤。怎么了？我可告诉你，这山林里都是吃人的野兽，而且从来都没有媳妇能跑出村口。村子里每个人都会看着新来的媳妇。王秋扭动僵硬的脖颈，对我露出一对尖锐的犬牙。你说的对，没有人能逃出村口。这番话好像另有其意。之后我才明白，王秋是来取我们全村人的命。1个月过去，我坐在院子里，把背来的寒假作业写完最后一章。呵呵，你觉得自己还能去城里继续读书？我抬起头，看到王秋站在我面前，他歪头对我挑眉。我都逃不出去，怎么能让你出去呢？我皱眉，你已经嫁给我哥，争取给我哥生个大胖小子，其他的事你别管。王秋被我这番话激怒，漂亮的眉眼立马狰狞起来。他抬起手抓住我的作业本，一边笑一边撕碎。透过纷飞的纸屑，王秋眼里的恨意到达顶峰。你觉得把我困在这破村子里，我就能任你摆弄？家里谁地位最低，心里没个数？你可听我的话，我就是这个家的老大。王秋用他那漂亮的手给我脸上落了个印儿。你呀，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村里，都是我掌心里的玩物。面对王秋的癫狂恐吓，我的反应平淡无奇，甚至还想笑。我蹲下身捡起纸屑，抱进厨房，丢进伸着火舌舔舐影子的炉灶中。王秋跟在我的身后，抱着手臂观察我的情绪。你才是傻子！我转过身，对王秋露出进村后第一个笑容。在他满脸困惑的神情里，悠悠然开口：你以为你能偷走神像，安然无恙地逃出去吗？你以为你找到我妈藏起来的手机，就可以联系外界吗？烈焰吞噬我的影子为燃料，将我整个人笼罩在火光中。看着王秋漂亮的脸一点一点地失去血色，我心中好畅快。他根本不知道深山里没有信号，用一双腿跨过几座大山需要足足3个月。城里的孩子就是天真，以为被拐卖的女孩都是软弱无能任人欺，换作是他们，妄想开启一段升级打怪的辉煌历程。他们以为的山是景区，乡民笨如猪狗，以他们的知识可以把他们玩弄于掌心。笑话，太可笑了！王秋一脸不敢相信，这里怎么会没有信号？丢下这句话，朝着房间里跑去。看吧，他才是那个傻子！要是他知道那座破神像的秘密，
会不会后悔跟我来到这山村，委身于我哥？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，看看王秋会不会变成第3任嫂子。太阳落到山脚，我妈和我哥扛着锄头回家。王秋把最后一盘菜端到桌子上，笑盈盈地去给我哥擦汗。瞧你累的，除了我都没人会心疼你。这一招把我哥迷得七荤八素。我妈瞧不起勾引男人的王秋，嘴里骂了句狐妹子。等所有人都落了座，我才坐下。妈，我跟你说个事。我妈夹了一筷子菜丢进嘴里。什么事？王秋一双眼睛讨好似的笑成月牙。我听李建女说，村里来了新媳妇，都会去拜拜猫神，保佑早点为家里生下大胖小子。我哥听到猫神2字，嘴里发出一声冷喝。我妈低着头没搭话，默默地吃饭。我更是不敢抬起头。王秋也察觉到大家诡异的氛围，识趣的没有多话，只是将主意打到我那蠢笨如猪的哥哥身上。第2天，他们2人有说有笑的出来。院子里，妈妈正在用抹布擦拭桌子。妈，今天吃过早饭，我带王秋去拜拜猫神像，这是在陈述，不需要妈妈是否同意。妈妈脸色一变，那是什么好玩意？她不知道也就算了，你不知道。王秋在桌子下掐了一把哥哥的大腿，哥哥疼得一个机灵。这有啥的？我跟王秋就拜一拜回来了，又不去干嘛？说得好听。妈妈死死地瞪着王秋，你那颗脑袋早就被死狐狸精吃进去了。妈妈说的那么难听。王秋磨了下后槽牙，这个家由哥哥做主，陪王秋看山村风景之余，顺便拜拜猫神。他带着王秋横穿整个村庄，汉子们的眼睛定在王秋细到1只手能握住的腰肢，分不清嘴角的水渍是寒还是别的。路过李老爷子门口，碰巧撞见老爷子晒太阳。老爷子仔细端详王秋，势必要将他每个微表情分析一遍。被骗来村里的女人不止王秋一个，却只有他一个人能和强迫自己的男人好好过日子，这可是稀奇事。伯子，你跟你媳妇上哪儿去啊？哥哥李伯听到老爷子在叫他，炫耀似的握住王秋的手。王秋正要说话，却被李伯打断。我媳妇想跟我早点生小子，去山上看看有没有野菜。李老爷子摸摸胡子，点头。那破山头有啥好看的？不过你媳妇没见过，好奇也是自然的。早点回来，晚了山上不安全。好嘞。李伯暗自松了口气，只有王秋不知道他在紧张什么。等告别李老爷子，李伯对王秋说：“媳妇，去猫神庙的事，你可不能跟任何人说。”王秋歪头不解。为什么？李伯眼里闪过一丝惊惧。我爸就是因为冒犯猫神，被村里人剥了皮，挂在村头3个月。王秋被吓得花容失色，白净的手捂着嘴。李伯以为媳妇被自己吓到了，抱抱他安慰，可他没有瞧见王秋放下手，嘴角挂着痛快的笑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头顶着橘红落日，披着一身山里带来的寒气。妈妈在院子里嘀嘀咕咕骂了半个小时，只记吃不记打，忘记你爹是因为谁死了，那猫神是什么好东西，巴不得让咱们家男丁死绝，会给你带来一个大儿子。我坐在院子里剥好蒜，丢进蒜酒里，卯尽力气捶打，待蒜被蛮力捶成4分5裂，又丢进去一大把盐。蒜末和盐搅和粘连一起。李伯拿起蒸好的野菜馒头，掰开一块沾着蒜水丢进嘴里，美得闭上眼睛。王秋不喜欢蒜的味道，又不敢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。吃完饭，李伯搂着王秋的腰，俩人凑在一起说悄悄话。王秋几句话把李伯哄进屋子里等他，
而他一脸怪异地抬起头，看向山顶猫神庙的位置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就连我站在他身边都不知道。你跟我哥关系可真好，应该能让我在新年当上姑姑。院子里只有他和我。王秋不再装模作样，把那副城里大小姐的脾气撒在我头上。你就是个骗子，山里根本就没有金身打造的猫神像。我嘴角上扬。那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，王秋正要跟我说的时候，院子外走过一群人，我和他都不约而同地闭上嘴。听到有人在敲门，我走过去拉开木筏，看到村长带着村里精壮的汉子，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。村长面色很不好看，一把推开我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院子里的女人。来，把她给带走。妈妈和哥哥李伯听到村长的喊声，着急忙慌地赶了出来。王秋被吓得脸色惨白，一直不停地躲避村里人的抓捕。李伯怕那群人伤害他的小心肝，拿起房门口的木棍，挡在王秋面前。你们不就是嫉妒我娶了漂亮的媳妇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妹也是个女的，把她拿去消遣。那群男人不怀好意地打量我，我在心里把李伯用各种词汇骂了个遍，不停地往后退。就在这时，村长开口了：跟这儿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护着自家媳妇，也不能这么护。你媳妇是人，你妹就不是了。要不是你妹，你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媳妇？院子里所有人把目光放在村长一人身上。妈妈被吓得心脏乱跳。村长，这是咋回事？伯子媳妇跟伯子一直待在一块，怎么就犯错了？村长一道凌厉的目光落在王秋身上，像是要把他整个人看透。你们今天去山头猫神庙做什么？那是你们去玩的地儿。妈妈一听和猫神庙扯上关系，吓得两条腿直直地打着哆嗦。上一次我妈杀死嫂子喂养的野猫，被村里人找上家。为了保我妈，李伯把罪责都推到爸爸的头上。一直以来，爸爸懦弱无能，却经常将他那一份好吃的留给我。而李伯早就看不惯爸爸的无能，恨他不能给自己带来好的生活。爸爸没有多说什么，闭上眼睛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作孽。村里每个人都是恶人，每个人又是可怜人。我听不懂爸爸的话，只知道村长听懂了。我看到村长眼里闪过一丝阴狠，亲自拿来行刑的器具，亮着诡异银光的刀片，从爸爸的脸皮开始，一路往下。我紧紧地闭上眼睛，呼吸之间都是浓郁的腥臭，耳边是爸爸痛彻心扉的惨叫声。一直到爸爸咽气前，他还在哭嚎。我们都被骗了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猫神庙。上一次他们害死爸爸，这一次他们让我当这个替罪羊。王秋紧紧地拽住李伯的袖子，生怕一松手就会被村长带来的人押走。是李贱女。王秋眼睛瞪圆，死死地盯着我。他跟我说山上有金子，让我去采。面对村长的试探，他咽了口水，大声地喊了出来：他就是故技重施，没安好心，害死他第三个嫂子，又想来害死我。我害怕地咬紧嘴唇，在心里暗骂王秋。村长把毒蛇般黏腻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像是思索些什么事情。我硬挤出几颗眼泪，跪在村长面前。回到家里，我可是一句多嘴的话都没讲过。叔，我是你亲自送出去的学生，可不能听这贱人的话。村长被两方追击，听得头都大了。你们都少说几句，让我好好想想。李伯眼睛滴溜一转，在心里很快分辨出留下谁对自己最有利。对，妹妹跟我说了一些事。村长，你过来，我把妹妹跟我说的话再重新给你复述一遍。我猛地抬起头，眼里的恨意再也遮掩不住。李伯，你这个杀千刀没用的废物玩意，
一辈子吃女的靠女的，离开女人能死是吧？你为了一个贱人污蔑亲妹子，你要被天打雷劈！妈妈上来就扇我一个耳光，你是个什么玩意，敢骂我儿子？我被这一巴掌打得头晕眼花，看着交叠在一起的人影走进房屋里，不甘心地闭上眼睛。等村长和李伯从屋子里走出来后，不知道李伯对村长说了些什么。村长眉眼压抑着浓重的情绪，好像下一秒就要爆发。王秋害怕地躲在李伯的身上，李伯眼神安慰王秋：“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有事。”妈妈坐在地上哭嚎着：“可怜见的，他就跟他爹一样，命贱！求求你们把他带走，留他一个人活着，我们全家都要被害死了。”其他人都知道这一户人家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可是他们没那么好心去心疼别人。村长抬起手，只是他们将我抬走。临走时，我咬破嘴里的软肉，像一只即将被屠宰的猛兽。最后看了他们几眼，王秋背过身，避开我的目光，冲李伯撒娇：“你跟村长说了些什么？为什么他把你妹带走了？这些事你别管，有些东西还是不知道的才好。我是你媳妇，家里有什么事是我不能知道的。你要是知道了，就会像我爸和我妹那样，被人剥掉皮挂在村头晾干。我被他们丢进一间狭小的柴房，不给水，不给饭，说要把我饿到排空干净，这样剥下人皮的时候，叫声才不会扰人。这几日，村长带人进来，让我观摩欣赏红布下的手术刀。你瞧瞧，我为了你准备不少好东西，这些个玩意儿都比你这条命金贵。临死之前还能用到这么昂贵的物件，你也能安心闭上眼睛。我朝他脸上啐了口吐沫：“你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杀我，李鹤生！我要告诉全村人，你把他们当作供人取乐的玩意。这根本就没有猫神庙，也没有什么狸花猫妇人。那猫神庙里安装着大屏幕，村里扯着各种线，装着各种摄像头。村里人是你给那群妇人拿来观赏的猴子。你不让他们读书识字，不让他们接触外面的世界，就是怕他们知道那些个玩意是干什么用的。待我10岁那年，村长李鹤生大学生归乡。我爸是他的老师，对李鹤生抱有很大的期望。作为村里新上任的官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家每户发钱。大家都以为李鹤生是为了报答我们，后来李鹤生每个月都会给每家每户发钱。村里的媳妇把在外打工的丈夫叫回家里，又把跨2个山头去读书的娃娃叫回家里。他们打拼和学习都是为了能填饱肚子。李鹤生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，每个月除了一些钱，还有一些粮油面食，他们再也不用辛苦了。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奇怪，后来得到好处，就算感到奇怪也会缄口不言。我爸是发现秘密的第一个人，山顶的山神庙改成猫神庙，只因为大老板的掌上明珠喜欢猫，村里家家户户开始供奉猫的神像，只为了讨好幕后老板的女儿欢心。爸爸见过城市里的东西，看到连接村头村尾的摄像头，心里埋下一颗疑惑的种子。在某一天，我和爸爸上山采野菜，误入猫神庙。神像后有一个隐藏起来的小门，爸爸和我费了好大一番功夫，才将门给推开。看到里面的景象，我又好奇又开心，以为这是什么电视机。可爸爸的脸色凝重，藏在袖口里的手微微颤抖，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屏幕上闪过的一条条弹幕。回去后，爸爸一个人去找村长，我蹲在门外拔掉冒出来的野草。等爸爸出来后，二人之间的气氛，就连我一个10岁孩子都能察觉出不正常。他带着我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村长也把爸爸喝过水的茶杯扔到大街上，直到嫂子喂猫被哥哥发现，村长把哥哥单独叫到一边，等哥哥再回来，拿着棍子把嫂子拉到门外打。爸爸和我上去劝架，却被乡里邻居拦住，眼睁睁地看着嫂子活生生一条人命断送在昔日相处的亲人手里。爸爸神情痛苦，跪在嫂子尸体面前磕了几个头，像是在道歉，怪他生下不是人的玩意。妈妈翻了个白眼，一个女人死了就死了，村长可是许诺我们会给伯子送来新媳妇。伯子看了女人的照片，心里可喜欢呢。嫂子的死是村长对爸爸的警告，其实爸爸不用死的，只是哥哥和妈妈把村里的野猫杀了。听说野猫肉对男人滋补，杀掉后，妈妈给哥哥熬猫肉汤喝。这件事惹恼观看直播的观众，村长为了平息众怒，要给他们献上一份大礼。那群富饶又娴雅的贵人们对嫂子凄惨的死法很感兴趣，在那些人眼里，猫命比人命金贵。村长公报私仇，给哥哥妈妈许下好处。哥哥和妈妈当着众人的面，把屠杀野猫做汤的事推到爸爸一个人的头上。待我一口气说完这些话，发现村长身后面的那几个人低垂着脑袋，像个被人任意摆弄的玩偶，而村长蹲在我面前，笑得吊儿郎当，拿起亮得反光的手术刀，一下又一下地拍打我的脸。你尽管去说，这件事在村里不是秘密。我瞳孔猛地收缩，不敢置信地盯着他。村长笑得恶劣，他们呢，是心甘情愿为我所用，挣钱嘛，干什么都不丢脸。这番话击碎我的世界观，以为揭开这一层面纱就能推翻村长的统治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村里人都知道猫神庙是个谎言，是大家在假装不知道。我以为村里的众人都是楚门，却不知他们是楚门的邻居，而我才是楚门。李贺生欣赏我脸上的落寞和失望。再过一天，我送你去见你爹。呸！我向前蠕动身体，一口咬在他的脖颈，拼尽全力咬掉他一块肉。李贺生疼得额头冒冷汗，冲其他人叫喊。那些人踹我拽我，李贺生一瘸一拐地离开，命人毒打我一顿，叫我学乖。我把他的血肉混着我的血一起吞进胃里。那些人把我打得奄奄一息后，又对我小声道歉。其实我们也不想为难你，可是屋子里安装了摄像头，那些人想看你死得很惨。我将脸埋在稻草上，像死了一般。半夜，山间凛冬散尽，摇霭流域，夜里吱呀一声，沉重的木门被人推开一条缝隙。我有气无力地掀开一边眼皮，只瞧见王秋蹲在我面前，掐着我的下巴灌水，怕我挣脱引来人。王秋低声训斥：“小声点，我是来救你的，你要小声点，屋里有监控。”王秋冷笑：“我知道屋里有监控，是村长叫我来给你喂水。你要死了，我可开心了。村长要给我们一大笔钱盖房子，放心吧，你永远是孩子的姑姑。”我知道王秋来找我，不是胸大无脑，也不是来伺机报复。我嗓音沙哑，把我推到一边。底下有村长的手机，你拿着村长的手机给警察局打电话，他们联系不到你，想来也很着急。动作小点，或者你打我，记住不要被摄像头看到。王秋脸上的笑容一僵，握住瓶子的手微微发颤。你不怕我和村长是一伙的？我哼笑一声，我只知道你不是真的想和我哥哥过一辈子。王秋死死地咬着唇，将杯子狠狠地砸到角落。都怪你这个贱人，把我带到鸟不拉屎的地方。我本来可以嫁给外面的有钱人，是你害的我。他拽住我的衣服，把我拉到一边，压在我身上扇我耳光。
一半是演戏，一半是认真的。你们全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妈老是说别人生不了孩子，其实生不了孩子的是你哥。你哥硬起来也不过大拇指大，这他妈怎么生？我被打得差点背过气。王秋像是打累了，站起身，拍拍身上的灰。明天就是你的死期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看你是怎么死的。在他要走的时候，我叫住了他。他还不知道村里哪个地方没有摄像头。我拽住王秋的衣领，一口咬在他的耳朵上。王秋疼得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盖住我对他报地名的声音。你要是出去了，可不可以把我名字改了？我不想叫李建女，我想叫昭昭。可以的话，我想和你姓。我松开手，王秋气得一脚踹在我小腹上，我扑哧一下吐出一大口鲜血。这次王秋是来真的。中午日头正盛，村长命人把我双手捆绑挂在村头的歪脖子槐树。人群里，李老爷子于心不忍，又不敢劝慰村长放过我。村长抬起脚踩在红地毯上，握住中央的话筒，向大家讲述我第一道罪行。第二个嫂子是被拐卖回来的大学生，与之前的故事不一样。我当初是故意放他离开，并且把没有监控的地方告诉了他。看着他踉踉跄跄离开的步伐，又把他叫了回来。第二个嫂子哭丧着脸，你该不会是耍我玩吧？我把偷来的钱塞在他手里，从西边走到镇上，要用这个坐车。嫂子身体一颤，再抬起头，哭得更难看了。你放心，等我出去后，我会叫人来救你。我想到爸爸临死前告诉我的真相，摇了摇头。你出去后不要声张，这里面的水很深，你在他们眼里就是任人拿捏的蚂蚁，掀不起波澜。我只希望你好好的。他离开后，夜色浓重，天幕点缀碎钻繁星。我鼓足勇气来到村长家。村长，我嫂子跑了。村长着急地拽住我，你看到他往哪里跑了？我嘴唇颤抖，往东边。我天真的以为把全村人调到另一边，第二个嫂子能顺利逃离出去，却没想到她会死在山上，死在村长圈养的野狗口中。她误打误撞闯进猫神庙，发现村长的秘密的同时，也被村长发现他的村长。得知他的死讯，身在泥潭的我来不及悲伤，命都需要争分夺秒地活下去，哪来的多余情绪想其他的？我利用他的死，向村长讨来去往城里学习的机会。全村人知道我差点害死整个村，所有人把我视为眼中刺。村长脸上挂着道貌岸然的笑容，我知道大家都很痛恨贱人。我给大家一个泄愤的机会。说罢，他让人给每个村民手里都送上一把手术刀，赐予他们凌迟我的权利。第一刀是村长，他片下我脸上的一块皮。你第三个嫂子本来是能活下来的，是你心狠手辣杀了她。咱们本来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为什么要反水呢？你真蠢！我紧紧地咬着牙，强忍着波涛汹涌的痛意，冷汗顺着我的脸颊滑落。是你蠢，手机还没找到吧？哈哈哈哈！你们才是笨蛋，是你们完了。第三个嫂子是卧底警察，本来他是来探查拐卖妇女的案件，却意外地看到爸爸留下来的秘密，整个村庄的秘密。这一条线太长了，牵扯的鱼儿太多，每一条都是他惹不起的存在。但是他没有胆怯害怕，在他将消息传递出去后，被村长发现，叫人把他拉到小黑屋里凌虐。村里人人有份，每个人手上都染着洗不干净的血。我是进去的第20个人，看着躺在地上的女人，我心中升起一丝波动。昭昭，你过来。昭昭是他给我起的小名，他跟我说，每个女孩都不应该叫贱女，
每个女孩都是放在掌心里的宝贝，是出生的朝阳，不是带人陷进去的沼泽，是伸出手带离黑暗的朝阳。他把最重要的东西交到我手里，又求我杀了他，我不肯。只要你对村长服软，说不定，说不定。看着他那双坚定的眼睛，我说不下去了。目光扫过他遍体鳞伤的身体，他知道他是活不下去的。村长不想让他活，与其这样，不如死得痛快点。过了没多久，接我班的人等到不耐烦，推开门后，看到我背对着他而立，手里拿着滴血的刀。第3个嫂子是被我杀的。村长走过来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夸我是个狠人，说不定还能接他的班。在我临死前的最后一刻，我好像听到王秋的声音，可惜我的眼球被妈妈和哥哥弯下，看不到他们的结局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还是我赢了。王秋会替我看到他们罪有应得的下场，也会替我改掉生来自带耻辱的名字。我不叫李建女，我叫王昭昭。番外，姐姐失踪后，我在同学的手机上看到一条视频，视频里的人是我的姐姐，她被和我同龄的女孩一刀结束生命。同学忍不住感叹，这女的太带劲了，杀人不眨眼啊。我认出被杀害的人是我的姐姐，拽住同学逼问出视频的来源后，拿着证据找到姐姐任职的警察局。张叔叔看完视频后，眼里的期待慢慢的落空。大家都以为那么优秀的姐姐会像之前一样活着回来，都没想到会死在一个小姑娘的手里。姐姐死后，我像一个牵线木偶，活着对我来说，每一刻每一秒都是煎熬。我为了姐姐，开始频繁出入警察局，直到看见张叔手里的档案，一张少女灰头土脸的一寸照。我瞳孔猛地放大，认出照片上的女孩正是杀了姐姐的凶手。张叔，我和他同龄，我可以当你们的卧底，让我去吧。我泪流满面，紧紧抓住张叔叔的手，生怕他不同意。张叔表情严肃，不仅拒绝我的要求，还叫门口的保安记住我的脸，看到我下次再来，把警犬放出来凶我。没有关系，我已经记住女孩转校的名字。转校那天，我看到讲台下唯唯诺诺的女孩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。是她杀了我的姐姐，我用金钱收买人心，联合班里其他人对女孩展开霸凌，就这样快乐地度过3个月。寒假来临，再也忍受不了我摧残的李建女，把我骗到她的老家，嫁给他那打死3个老婆的哥哥。公交车上，我晕车严重，又看到李建女努力憋笑的模样，气得我在她腰上掐了一把。笑什么笑？你以为我很傻吗？其实是你傻。当晚，我被他哥哥关在房间里，我吓傻了。我后悔自己的决定，在他压在我身上的时候，后悔自己不该不听张叔叔的话，好好学习。破案就让他们警察来管。忽然身上一轻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李博对我挑眉一笑，爽不爽？小爷是不是很厉害？我人傻了，啥感觉都没有。真做了。我骗李博和我一起去山头的猫神庙，本来我是打算把这个庙宇给砸了，却没想到里面别有洞天，整个村子就像是楚门的世界，每个人都是楚门。我吓得抓住李博的胳膊，稳住要跌落的身子。你们被监视了。李博却不以为意，看这个干嘛？走吧，要下山了。我愣住了。你不觉得很可怕吗？可怕什么？这是村长给我们赚钱。李博笑得很灿烂。村长人真好，让我们全村人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干，只需要照常生活，每个月都能用很多钱呢。我闭上嘴，原来这是一个直播村。晚上我们去猫神庙的事情败露，李博对我说过，
他们村里人知道是一回事，但是不能被直播里的人知道我们是知情的。第一个死的是李博的爸爸，是被剥皮而死。我吓得话都不会说，只能把害死姐姐的凶手给推了出去。可是看着李建女的快要碎掉的目光，我又于心不忍，不敢跟他直视。几天后，村长找到李博，叫李博给李建女喂水。李博不想去，把水丢到桌子上，他回房间睡觉去。他真不是个人啊！我也是有姐妹的人，我可以为了姐姐付出全部。李博这个大男人，却想让李建女整个人为他付出全部，还觉得理所应当。李建女真的好可怜啊！在柴火房里，李建女奄奄一息地给我一个重磅消息，她将唯一能联系外界，并且有整个村子秘密的手机交给我。我要走的时候，她叫住我，我蹲在她面前，却没想到李建女这个狗东西敢咬我，她肯定是故意的。李建女死了，死在我带警察抓人的那一刻，她全身的皮肤被剃干净，黑红色的鲜血流到我的脚边，头皮剃掉，双唇割掉，双眼挖掉。我哇的一声吐了出来，接着便晕厥过去。等我醒过来后，妈妈心疼坏了，还好把我全身检查了个遍，不仅没有受伤，反而还胖了几斤。可我并不开心，闷闷不乐地看着窗外跳跃枝头的麻雀。李建女死了，我本该开心的，可是为什么不开心呢？算了，我跟他一个死人闹什么别扭？更何况他杀了我姐姐，是我的仇人，我不是圣母。他死了，我只觉得心头痛快。全村的人手上都染上李建女的血，他们按照法律执行，最轻的被判处3到5年，最严重的是村长，还有李建女的哥哥和妈妈，他们的是死刑。但是在找张叔叔帮忙给他改名字的时候，我得知一个秘密，李建女是警察卧底。张叔叔说，李建女来找过他，把姐姐搜集到的证据交到他的手里，并且说服张叔叔让他去当这个卧底，因为他是楚门世界里的人，是最好的卧底，也是最好的演员。我不敢接受这个信息，难以消化，脑海里回忆起欺负李建女的点点滴滴。他为什么没有跟我说过？张叔叔把纸巾递给我，又化解我们之间的误会。原来他不是杀害姐姐的凶手，是我错怪他了，对不起，李建女，不应该叫你王昭昭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